你知道乐高任天堂马里奥游戏机的工作原理吗？为什么旋转电视机右边的曲柄屏幕上就会滚动显示游戏画面，并且马里奥居然真的可以在里面跳起来？曲柄只能正转而不能反转，又是怎么实现的呢？旋转电视机右上角的调频旋钮，这个仿真的声音又是怎么来的？还有最关键的这个弹出式卡带插槽，按一下装入卡带，再按一下又可以弹出来，背后又是怎样的精巧设计？本期视频我们就来全面的评测一下这款居然已经是5年前的乐高套装，虽已绝版，但目前仍然还可以低价到手的这款71374任天堂 NES 马里奥游戏机。这里看一下弹出式卡带插槽的联动原理，整个装置主要由插槽模块、锁扣模块、3段式坡道模块以及2根避震组成，2根避震为插槽模块提供向上的弹力。进一步的，我们可以看到由63869连接件和24316十字轴组成的锁扣模块，可以在插槽模块的十字轴导轨上前后顺畅移动。而其中最关键的3段式坡道结构，则是可以在下压的过程中恰到好处地驱动锁扣模块完成预定的动作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2号坡道上面呢有一个反斜面的卡扣结构，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结构。那么事件1，在插槽模块打开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压下插槽，1号坡道的斜面抵持锁扣模块，进而驱动锁扣模块向前移动到坡道的最前端。并且最关键的是，锁扣模块上伸出来的这根十字轴，可以看到此时已经进入到了2号坡道。事件2，这个时候我们松开插槽模块，整个插槽模块呢会在2根避震弹力的作用下向上旋转，也就是带动整个锁扣模块也一起向上移动。那由于2号坡道的斜面抵持锁扣模块上的十字轴，所以整个锁扣模块呢会再次向前移动，直到被这个反斜面的卡扣结构顶住，那么也就完成了上锁的操作。注意，这个时候呢，锁扣模块也已经进入到了3号坡道，所以接下来就是事件3，也就是再次压下插槽模块。此时3号坡道的斜面抵持锁扣模块，那么也就是驱动整个锁扣模块继续向前。关键是这个时候呢，锁扣模块上面的十字轴会越过2号坡道的反斜面，所以在最后的事件4，也就是再次松开插槽模块，到这个时候呢，锁扣模块已经没有了任何的阻挡，所以也就可以顺利的打开了。而且在重力的作用下，锁扣模块会滑到最开始的位置上，准备好进入下一次的循环。所以大家也看出来了，这其实是一个有点类似于圆珠笔按压开关的结构方案。其中2号斜坡的2个斜面的所在位置和角度是整个方案比较关键的设计点。可以看到，乐高在这里呢是使用了 SNUT 搭件来调节这个模块的前后位置，也就是可以看到的里面的这2枚绿色的零件。另外呢，通过整个模块的旋转以及周围的一些其他零件的抵持来固定它的准确角度，并且经过我们的不断测试，可以看到整个装置的运转呢，确实可以说是非常的稳定可靠。这里看一下可以滚动的游戏画面的联动结构，手动动力从手摇曲柄进来以后，通过3枚8齿齿轮、3枚16齿齿轮以及一组12:12的齿轮组，最终到达这根竖着的十字轴。在这一路联动结构中，可以看到中间还分了一路，连接了一个棘轮结构，实现手摇曲柄只可以单向转动的联动效果。另外，在中间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共6枚橡胶滚轮，用来帮助降低画面的滚动阻力。这里可以看到，整个游戏画面模块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巨大的坦克履带，而同样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履带轮装置来驱动它运转。其中一组为主动轮，也就是连接刚才竖着的那根十字轴的这一侧。那当我们转动手摇曲柄，就是这样的联动效果，测试下来还是非常顺畅的。而可以在游戏画面中上下跳跃的马里奥，首先是使用了光滑销把整个模块固定在左边这里，而马里奥下面的透明圆盘非常关键，在游戏画面不断向左移动的过程中，画面表面凸起的这些零件呢，在碰到圆盘以后，因为是斜向受力，所以可以把整个模块向上顶起来，于是创造出了上下跳跃的联动效果。
在电视机面板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发声旋钮装置。那设计师在这里是通过十字软轴和齿轮的碰撞制造出来的声音，而且设计师还做了一个限制旋转范围的设计，可以说确实是非常的细节了。那到成品阶段，所有的功能测试下来呢，也都没有问题。在电视机顶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里面藏了一枚贴了彩色条纹贴纸的平面砖。那这个零件呢，可以用来和71360马里奥入门套组这款套装里面的大号马里奥人仔进行互动，也是这款套装的一个隐藏的附加功能了。那这个人仔我们可以看到底部呢有一个探测头，然后呢我们可以把人仔放在条纹砖的正上方。在人仔成功启动以后，我们再把它放到前面这里来。接下来不断旋转曲柄，人仔就可以发出对应的画面和音效了。那具体的原理呢，其实就是在这个画面模块的顶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不同颜色的2×2平面砖，对应的颜色呢可以被探测头识别，那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原理。另外，在游戏机的背后这里，打开盖板也可以看到一个微型关卡的小彩蛋。那有玩家能看出这是什么地方吗？好啦，最后看一下包装，彩盒仍然是18+套装标准的黑色底色，左下角可以看到套装编号以及零件数等信息。彩盒背面在场景图的基础上，比较少见的加入了多语言版本的文字介绍内容。下面则是局部细节图、尺寸图，还有曲柄玩法的介绍。2646片零件一共分成了26个零件分包，21个大步骤，平均每个大步骤只有120多片零件，找件呢还是非常轻松的。拼搭手册装在白色信封袋子里，一共有2本，加起来一共有1厘米多的厚度。那一本是拼电视机，另一本则是拼游戏机，所以可以完美的支持2个人同时拼搭。游戏机这本手册的开篇有4页彩图。非常有意思的是，乐高在这里也对任天堂这款游戏机在1985年发布时的包装彩图呢进行了1:1的复刻，另外也加入了游戏机原型的介绍。而电视机这本手册则是有3页彩图，重点呢则是对游戏进行了介绍，包括任天堂游戏机发布时的另外几款游戏。总部数呢，2本手册分别是有295部和266部，步军零件达到了4.7片，看起来是有点偏多了的，但实际上是因为这款套装有一些重复拼搭步骤，把这个步军零件呢给拉高了。可以看到有好几个步骤呢都是这种一个步骤需要拼好几十甚至上百片零件的这种情况，当然也是这款套装在拼搭过程中稍显枯燥的环节了。那也包括游戏画面的这个部分，每一步的步军零件数呢也是有点偏多的。再看印刷件，这款套装呢确实是比较多的，其中这个跳起来的马里奥也是这款套装的独占零件，所以可以看到乐高在这款套装中已经做了这么多印刷件了，但最后还是留了3张留给了贴纸，感觉还是有点遗憾的。另外，手册第122部到145部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小 bug， 不过并不影响拼搭。好啦，那么乐高将在今年5月15号正式发售马里奥系列的新款18+套装72037马里奥赛车，我们到时候呢也会给大家带来深度的评测，感兴趣的玩家可以关注一下哦。